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健康之道，我是蔡志玲。今天咱们要聊的这件事，可能真的会让不少在美国生活的朋友，尤其是我们华人同胞，心里咯噔一下，甚至晚上睡不踏实。如果你还以为美国国税局就是那个 IRS， 依然是那个设备老旧、动作慢吞吞，每年只会随机抽查一点点税表的衙门，那你可得赶快更新一下认知了。现在已经是2025年的尾巴，转眼就要迈进2026年。我可以非常明确地告诉大家，2026年绝对会是美国税务监管的一个历史性转折点。国税局已经正式对外宣布，他们将全面启动人工智能查税的新模式。这可不是我在吓唬大家，也不是什么科幻电影的剧情，这是实实在在的，已经板上钉钉的政策大转向。为什么我非要把2026年这个时间点单独拎出来说呢？因为就在过去这几年，国税局从联邦政府那里拿到了接近800亿美元的巨额预算拨款。这笔天文数字的钱，除了用来雇佣更多全副武装的稽查员，最核心、最重要的用途就是全面升级他们的数据中心，以及全力开发一套代号为人工智能合规系统的超级工具。这套系统真正厉害和让人有点紧张的地方在于，它彻底告别了过去那种依赖人工、碰运气的随机抽查模式。它可以通过大数据抓取和复杂的模型匹配，对全美国每一位纳税人的财务状况进行一种全天候、几乎没有死角的扫描和评估。特别是我们华人朋友非常关心的银行账户流水问题，从2026年开始，监管的口袋会扎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紧、都要严。首先，咱们得一起打破一个存在了很久的幻想。很多人到现在还觉得，只要我单笔存进银行的钱不超过1万美金，银行就不会主动向国税局报告。这个观念在2026年的人工智能时代，可以说已经完全过时了，甚至是一种非常危险的误解。以前国税局查你，往往是因为你触发了某个特别明显的警报，比如说突然有一大笔来路不明的现金存入。但现在人工智能采用的是一种叫做流水追踪的全新逻辑。什么是流水追踪呢？简单说，只要你的1年之内账户里累积的流入资金或者流出资金总数超过了一个特定的门槛，这个系统就会自动把你列入需要重点观察的高风险名单里。根据国税局目前披露出来的最新合规指引，尤其是对于那些涉及商业活动、自由职业收入或者拥有海外资产关联的银行账户来说，只要你的年度内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结算的金额，或者各种银行转账累积起来的流水总额超过了600美元，请注意，是600美元，不是6000，更不是6万，那么这些相关的交易信息就非常有可能被自动汇总，然后直接进入到国税局那个庞大的中央数据库里。是的，大家没听错，就是600美元这个数。虽然关于这个600美元申报门槛的争议，在美国国会里已经吵了好几年，但在国税局人工智能系统的底层算法和规则设定里，这条警戒线其实早就已经铺设好了。所以，从2026年开始，国税局会特别重点打击那些试图利用第三方支付平台，比如像支付宝、微信支付，还有美国这边常用的 Venmo、ZRM 或者 PayPal 这些工具，来规避正常税务申报的行为。人工智能会智能的去分析你的日常生活开支水平，跟你向国税局申报的那份收入数字是不是能对得上，是不是合理。我给大家举个很现实的例子，假如你在税表上申报的年收入只有3万美元，但是你的银行账户流水显示，每年都有10几万甚至更多美元的资金进进出出，同时你实际的生活状态是住着价值100万美元的豪宅，开着豪华汽车。在以前的老系统下，如果你运气好，没被抽中审计，可能就这么混过去了。但在2026年，人工智能会自动去抓取你在车管局 DMV 的车辆登记信息，在县政府存档的房屋交易记录，然后拿这些实打实的数据去跟你申报的收入做对比。只要数据对不上，存在明显矛盾，系统完全可以在没有税务官介入的情况下，自动生成一份补税通知单，直接寄到你的家里。这对于我们很多有跨境资产配置，或者是在美国从事代购、经营餐馆、做装修承包等生意的华人朋友来说，真的需要敲响警钟了。
很多人过去习惯收取现金，或者通过亲戚、朋友的账户来分散进行转账，觉得这样比较隐蔽。我必须非常严肃地提醒大家，人工智能最擅长、最厉害的本事之一，恰恰就是关联分析。它能够通过复杂的算法，识别出你的配偶、你的直系亲属，甚至你的生意合作伙伴之间那些有规律性的资金往来模式。如果你还在试图通过多次小额存款的方式来规避单笔1万美元的那个传统上报红线，那么这种操作在法律上有一个专门的罪名，叫做拆分交易。在强大的人工智能面前，这种刻意的行为简直就像是在裸奔，一览无余。系统可以非常精准地计算出你存款的频率、规律和累积金额，一旦被判定为是有意规避金融监管，你面临的将不仅仅是巨额罚款，甚至可能是刑事指控，后果非常严重。接下来，我们再来聊聊2026年另一个重磅的监管领域，就是关于离境税和海外资产申报的联动核查。很多已经获得美国绿卡，但长期在中国国内生活工作的空中飞人朋友，或者是在美国退休后想要回国养老的华人长辈，你们一定要特别注意了。国税局的这套人工智能系统现在已经实现了和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 CBP、国土安全部 DHS 的数据联网。如果你在美国境外停留的时间超过了规定期限，系统会自动标记你的税务居民身份，然后启动检查程序，看看你是否按要求申报了海外金融账户，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FBAR 表格。如果你在海外的金融资产总值超过了一定门槛，比如在某些情况下超过1万美元，或通常超过5万美元，却没有在相关的税表中进行披露，人工智能完全有可能通过分析你的出入境记录，以及你在美国境内消费时出现的一些异常模式，比如收入不高却有大额消费，来判定你存在漏报海外资产的嫌疑。2026年的新趋势是，国税局会进一步加大对未申报海外资产的处罚力度，罚款的起步金额可能就是1万美元。如果情节被认定为严重，罚款甚至可能高达你未申报账户总额的一半。这真的不是在开玩笑。我理解很多华人朋友辛苦一辈子，在国内存了一笔养老金，或者是国内的父母慷慨资助了一笔钱来美国买房。在过去，这类跨境赠与或汇款可能在操作上存在一些所谓的灰色地带，但到了2026年这个 AI 全面监管的元年，每一分进入你美国账户的钱都需要你有清晰、合法、可追溯的来源证明。如果你收到国内父母汇来的款项，总额超过了10万美元，即使这笔钱是赠与，不需要你缴税，你也必须进行申报。如果你不报，一旦被国税局的 AI 系统捕捉到，随之而来的罚款可能会让你损失掉这笔钱的1/3，甚至更多，得不偿失。那么，面对这种全方位、智能化的 AI 税务监管，我们普通纳税人该怎么办呢？是不是钱都不敢往银行存了？当然不是这样的。作为一个在美国社会生活多年，深知这些规则细节的过来人，我想给大家提供几条非常实在的建议。第一，就是一定要提前做好合规规划。从2026年开始，你所有的资金流水都必须做到有据可查、有源可溯。如果你是自己做点小生意，比如开网店、做咨询，务必把个人银行账户和商业账户严格分开。如果你还在用个人的支票账户或储蓄账户来接收生意上的款项，哪怕只有几百美元，人工智能系统也可能据此将你判定为潜在的偷税漏税者，从而对你启动更深入的审查。第二，千万不要自作聪明，去挑战人工智能的智商，不要觉得你想到的分批小额存款之类的方法是妙招。如果你确实有合法来源的大额现金需要存入银行，最稳妥的方式反而是大大方方的去存，只要你能提供并保存好清晰的资金来源证明，比如是卖掉了旧车，或是亲友的合规赠与，留有相关文件或记录，这远比拆分成多笔小额交易要安全得多，后者反而会直接触发系统的反洗钱和拆分交易警报。第三，务必重视每一张国税局或银行寄给你的税务相关表格。从2026年初开始，你可能会收到比往年数量更多、种类也更复杂的各类税务通知和申报表，这正是 AI 系统自动化工作的体现。收到这些文件后，千万不要忽视
或者随手扔在一边。一定要第一时间找专业的、了解最新政策的注册会计师、CPA 或税务律师帮你核对。因为国税局现在的默认逻辑往往是，我既然已经把通知发给你了，如果你不做出回应，那我就视为你认可了我的计算和补税要求。接下来他们可能会直接启动从你银行账户扣款，或者对你的房产设置税务留置权的程序。我们华人传统文化里讲究财不露白，但在当今的美国，人工智能技术正在使每一个人的财务状况在国税局面前变得越来越透明。这期节目我说国税局疯了，其实反映的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大趋势。美国联邦政府现在在抬高筑，他们急需增加税收来填补财政窟窿，而人工智能就是他们手中最锋利、最高效的收割工具。2026年，这台庞大的机器就会全面开动起来。对于那些拥有较高净值的绿卡持有者，我的建议是，最好在2026年正式到来之前，对自己的全球资产和往年的税务申报情况做一次彻底的税务健康体检，看看有没有哪些海外账户是忘记申报的，有没有哪些来自亲属的跨境赠与该做的手续没做清楚。一旦被 AI 系统率先抓到把柄，你珍贵的绿卡身份、你的个人信用记录，乃至你在美国奋斗几十年积累下来的财富，都可能面临毁灭性的打击。很多人会问我，国税局真的有那么大的权力吗？我可以肯定地告诉大家，在美国，国税局的权力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联邦调查局 FBI， 他们可以在不经法院事先许可的情况下，直接冻结你的银行账户。他们有权要求银行提供你过去多年的所有转账记录。而到了2026年，人工智能将使这些权力行使的过程变得高度自动化、规模化。以前一个税务稽查员一年可能只能处理几十个案子，但现在一台服务器1秒钟就能分析成千上万个账户的数据。大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时代真的变了，我们不能再抱着过去的老办法、老经验去应对2026年这个全新的局面。我做这期节目绝对不是为了散播焦虑情绪，恰恰相反，是希望大家能重视起来，提前布局，防范风险。很多税务上的风险，在它真正爆发之前，只要你懂法、守法，提前准备好合规的文件和记录，都是可以成功化解或者避免的。最怕的就是你还沉浸在旧思维里，蒙头大睡，觉得自己那点流水没人会注意，结果等到2026年某一天，国税局的正式查税信件突然寄到家门口时，一切可能就都晚了。特别是对于那些在美国境内仍然频繁使用支付宝、微信支付海外版等进行收款或付款的朋友，你们要格外留意，从2026年以后，这些第三方支付平台上的交易数据被纳入国税局监管视野的几率会大大增加。虽然这些公司总部在海外，但只要交易涉及在美国境内的商业活动，或者最终与美元结算挂钩，国税局就有很多法律和技术途径去获取相关数据。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强调，现金交易、网络支付、跨境转账这3大领域将成为2026年 AI 查税的重中之重。我们华人移民千辛万苦来到这片土地，追求的是一份生活的安稳，是财富的稳健增长。但实现这一切的前提是必须遵守这里的游戏规则。国税局的税务规则虽然复杂繁琐，但并非无迹可寻。人工智能虽然冷酷高效，但它终究是基于数据和规则运行的机器。只要你的财务数据清清楚楚，你的纳税申报明明白白，逻辑自洽，那么 AI 就不会成为你的梦魇，反而可能因为你良好的合规记录，帮你过滤掉很多不必要的麻烦。接下来，我想再花些时间和大家深入拆解一下2026年国税局这套人工智能系统，它的核心运作原理到底是什么，以及有哪些具体的数字和概念是我们必须刻在脑子里的。这不仅仅关乎那600美元或1万美元的门槛，它背后连接着一个更深层次的体系，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全面财务画像与收入匹配计划。请大家想象这样一个场景，如果你是一个在美国工作的普通白领，或者经营着一家小商铺，你的收入来源可能多种多样，有公司发的工资 W2， 有股票基金的投资收益1099表格，有出租房屋的租金，甚至还有国内家人偶尔会来的生活费。在过去，
国税局的旧电脑系统比较死板，它主要做的是点对点的匹配。比如你的雇主申报了发给你的工资，系统就核对你有没有报这笔收入。但对于那些没有第三方主动向国税局申报的收入，比如你业余时间私下教钢琴赚的课时费，或者帮朋友搬家收的酬劳，系统就很难发现。但到了2026年，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国税局的 AI 系统会接入更多第三方机构和平台的数据接口，这其中包括各大电商平台如亚马逊、ATS、共享经济平台如 Uber、Airbnb， 甚至可能包括你缴纳水电煤气费的公用事业公司记录。AI 会利用所有这些碎片化的数据，尝试为你构建一个立体的纳税人财务画像。举个例子，系统通过数据分析发现，你每个月的水电费账单显示你所居住的房屋能耗很高，对应的是一个面积很大的住宅。你名下的车辆登记信息显示是豪华品牌，你每年的房屋保险费、地产税金额都非常可观。然而，你申报在税表上的年收入却只有区2-3万美元。在 AI 的逻辑里，这种高水平生活与低申报收入之间的巨大反差是严重违背基本生活常识的。它会自动触发内部警报，将你标记为生活方式与申报收入严重不符的审查对象。这种基于大数据分析的预警性监管，在2026年将会变得非常普遍。国税局不再被动的等你出错，而是主动出击，利用算法去推测和识别谁可能有漏报收入的嫌疑。这对于我们社区中一些习惯性的低报收入，以便去申请政府各项福利，比如白卡 Medicaid、粮食券 SNAP、住房补贴的家庭来说，风险是呈几何级数放大的。如果你在2026年还试图一边享受着政府给予低收入者的福利，一边你的银行账户里却常年滚动着十几万、几十万美元的流水，那么 AI 系统会毫不留情地中断你的福利资格，并且会追溯以往年份，要求你退还所有不当领取的福利金，同时还会课以高额的罚款。说到罚款，这也是大家最害怕的部分。国税局的罚款计算方式是非常严厉的。如果是因为疏忽导致的漏税，罚款通常是欠税额的 20% 左右，但如果被系统判定为故意欺诈或蓄意逃税，罚款比例可以飙升到欠税额的 75%。而在 AI 查税的新环境下，如果你存在隐瞒银行账户、虚构业务支出等行为，系统算法很容易将这些模式识别为蓄意行为。到那时，你需要补缴的税款加上罚款，总额可能会远远超过你当初透露的税款本身。关于银行流水自动上报的具体操作，我需要再强调一下未来的趋势。2026年，美国的金融机构可能会被国税局要求提供比现在详细的多的客户账户数据包。以前银行主要只上报利息收入 1099int 表格，未来银行很可能需要根据新规上报个人或商业账户的年度总资金流入量和总流出量。虽然具体的法案细节还在国会讨论和细化中，但这个监管不断收紧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如果你的个人账户在1年内流入资金总额超过了1万美元，而这些钱的来源并非你已知的工资收入或明确的税后转账， AI 系统就会自动启动背景调查。尤其是如果你在1年内频繁地收到多笔几百、几千美元的转账，累计总额却达到了几万甚至更高，这在 AI 的判定逻辑里就是非常典型的自营业务或商业经营的特征。它会自动去核对你是否有申报相应的自雇收入 Schedule C。 如果系统查不到对应的申报记录，那么对不起，一封要求你解释或补税的 IRS 通知很可能已经在寄往你家的路上了。据估算，2026年因为这种自动化分析，国税局可能会多发出数百万份类似的合规审查通知。这里我要特别跟广大的华人退休群体再多说几句。很多老人家在美国领着社会安全金 SSI/SAC， 同时在国内还有一份退休金，或者在美国的子女会定期给父母汇一些生活费。在2026年的新环境下，这些资金的流向和性质必须做到非常透明。如果是子女给父母的生活费，最好通过支票或者电子转账的方式进行，并且在备注 memo 里明确写上 gift 赠与。同时要确保每位赠与人每年赠与给每位受赠人的总额
控制在赠与税的年度免税额之内。2025年是 1.8 万美元每人每年，2026年可能略有调整，需密切关注。如果你的银行账户里经常出现没有明确来源说明的现金存入， AI 系统很可能会默认将这些钱认定为你的隐形收入，这将会直接影响你领取社会安全金或享受医疗保险 Medicare 的资格和额度。还有一个很容易被大家忽略的监管维度，就是社交媒体。你可能觉得这很荒谬，但事实上，国税局的 AI 系统确实已经在学习和测试如何从 Facebook、Instagram、微信朋友圈等公开的社交平台上抓取和分析数据。如果你经常在网上晒出奢侈品包包、豪华度假、高端餐饮的照片，展示一种远超常人的奢华生活方式，但你的纳税申报表却显示你是一个低收入者，那么 AI 完全有可能将这些社交媒体的图像和文字数据与你的税务档案进行关联对比。2026年，这种多维度的交叉验证和数据分析将会让试图通过隐瞒收入来实施税务欺诈的行为变得无处藏身。我知道，听到这里，大家可能会觉得心情很沉重，感觉像是在一种无所不在的监视之下生活，但这确实就是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美国政府为了追回每年估计高达数千亿美元的税收缺口，已经是动用了一切可以动用的技术手段。作为生活在这里的普通人，尤其是移民，我们没有必要，也没有能力去和这个庞大的国家机器正面抗衡。最明智、最有效的策略，就是让自己的财务行为变得透明和规范。我想给那些还在犹豫要不要将国内资产转移到美国来的朋友一个忠告，在2026年全面监管到来之前，如果你确实有大额资金需要进行跨境转移，请务必提前咨询专业的、精通国际税务的律师或会计师，千万不要听信那些所谓的偏门渠道，比如通过地下钱庄或者利用某些虚拟货币进行匿名转移。我可以告诉你，在强大的 AI 监管下，这些非常规操作留下的数字痕迹和资金链条比传统的银行电汇还要清晰，更容易追踪。虚拟货币的链上分析技术现在是国税局 AI 团队重点研究且非常擅长的领域，他们已经成功追踪并破解了无数个曾经被认为是匿名的加密货币钱包地址。只要你最终将这些资产变现成美元，并存入美国的银行体系，国税局的 AI 就极有可能顺藤摸瓜，追查到最初的资金来源。对于在美经营餐饮、零售、美容、装修等服务行业的华人老板们，2026年将是你们必须考虑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如果你还在坚持现金交易、不入账、不报税的传统做法，我强烈建议你从现在开始就要有计划地逐步走向规范化和电子化。如今的电子支付已经覆盖了生活的方方面面，一个几乎完全依赖现金交易的生意模式，在 AI 系统的分析模型中，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红色警示标志。你通过现金交易少缴的那点税款，与一旦被系统查出后所要面临的审计风暴、天价罚款、高昂的律师费以及信用损失相比，简直是九牛一毛，因小失大。而且，一旦你个人或你的公司留下了税务污点，将来你想申请商业贷款、为亲属办理移民担保，甚至你自己想要申请入籍成为公民，都会遇到难以逾越的障碍。我们再来明确一下时间线，2026年的1月1日被普遍认为是这套 AI 税务监管系统正式全面上线的起始日期。这意味着你在2025纳税年度，也就是2026年初需要申报的税表里所有的财务行为都将成为这套超级系统的第一批分析和实验数据。换句话说，留给我们大家去调整财务习惯、整理历史账目、查漏补缺的时间，其实已经非常紧迫了。从此时此刻起，你就要有意识地开始整理自己的每一份银行月结单，每一张涉及生意或大额个人消费的收据，记录好每一笔超过500美元的来源或用途需要说明的异常支出。我理解很多华人朋友对数字和表格不敏感，看到复杂的法律、税务条文就头疼。但请一定记住，在美国生活，税务和法律是你在这里立足生存的基石。你可以英语不够流利，但你不能对基本的税法规则一无所知。
国税局在执法时，绝不会因为你说我不懂英文，我不了解这个规定而网开一面。在 AI 算法的世界里，只有合规与不合规，0和1的二元判定，没有中间灰色地带和人情可讲。这期节目最核心的信息非常简单，不要再心存侥幸。国税局投入数百亿美元打造的 AI 系统，旨在精准发现隐藏的资产和未申报的收入。到2026年，银行账户的财务透明度将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流水超过一定阈值后将自动上报与分析，这将是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的日常。或许有人会问，这是否侵犯个人隐私？在美国，隐私权与税务监管之间的界限确实存在争议，但在现有法律和判例支持下，国税局拥有法律赋予的广泛权利，可要求金融机构配合调查，以确保税收公平，让每个纳税人履行义务。这就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我们或许无法改变规则，但可以学会在规则内更好地保护自己。未来几个月，我会持续关注国税局关于2026年 AI 查税系统的执行细则和动态。一旦有流水监控数额、申报门槛等方面的官方更新，我会第一时间在健康之道频道分享，请大家保持关注。如果这期节目对你有帮助，或让你对税务风险有了新的认识，请转发给身边的亲朋好友，尤其是有生意、海外资产或对税务不太了解的人。你的转发或许能帮助他们避免未来数万美元的损失，甚至保住绿卡与家庭财富。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会尽量解答。我们下期再见。